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4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6号的礼拜二上午9点钟，为大家送上的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将是由内湖高工要出战福城高中。好的，在今天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应该说上午的3场比赛都是男子组的赛事。那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怡如来为你服务。怡如你好，主播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对，那登峰造极已经来到倒数阶段了，今天是倒数第2天。那对于球队来讲，也要进入到排名赛的部分了。没错，所以相信呢，接下来的比赛会非常激烈。但是我们也提到，过去在登峰造极表现很好的球队，其实到了新一个学年的甲组联赛就会有不错的成绩，所以大家其实都要好好的把握最后能够在登峰造极好好表现的机会，但是也要来磨练小高一。那其实在今年我们在登峰造极也看了很多高一的同学，那表现的非常好。那包括待会要上场的这个福城或者是内攻部分，其实都有高一的同学一些打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赛后访问，如果高一的同学真的表现得很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跟这些明日之星好好的聊一聊。那首先来看到内湖高工的部分，是由杜教练所率领的球员今天要来面对强敌福城高中。好，另外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戴教练率领的福城高中。那福城呢，在分组的部分呢，他是拿下分组的第1在 B 组。那内攻的部分呢，他是分组的第2。那当然，在 A 组的分组第1呢是丰原，那在 B 组的分组第2呢是华侨所以等于是丰原跟内攻 A 组的1、2名，那面对的是福城跟华侨 B 组的1、2名，那来争取最后前4名的排名。那这边再提一下观众朋友，登峰造极已经来到倒数的第2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来到台北市体育馆红馆，一起来帮年轻的学生朋友加油打气。那今天我们看到福城会穿蓝色的球衣，那在内攻这边呢，应该是黄色的球衣。那福城在这一次的登峰造极是表现得非常不错。那上一个学年因为福城并没有打进到前8所以上一次福城并没有参加登峰造极。那这一次呢，来到登峰造极，哇，现在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错。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两边其实都有高一的球员，在内攻这边，我们这2天也看到了这个炫玉跟孝谦这2位高一的球员是打得相当出色。那我们也可以期待这场比赛两边年轻球员的一个状况。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第1裁判国际裁判黄雅兰小姐，来自桃园市。第2裁判国际钟清如小姐，来自新北市。好，这场福城跟内攻之战马上就要展开。那福城在B 组的部分是取得3连胜的，包括3比1击败了华侨，另外3比0击败麦寮。
其实球赛已经来到第4天了哈，我想每一天的比赛结束，那教练一定会针对当天比赛的缺失啊，来做一个调整，不管是在攻击上或是防守上，每一个环节。那我想，因为这是一个长达6天的比赛，那教练也有很多的机会，都能够去套用不同的队形，跟让一些新生能够有机会下场去做一些配合。所以我想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目标，是教练希望选手们在今天这场比赛能够去达到的。好，这场比赛将是由福城高中率先来发球。好，一开始左背飞。那内攻这边其实是在男子组里面呢，我们比较少看到会有男生呢来打这个单脚背飞的。对。还有再修正，2号位斜线 ，out。哇！小高一校签。一人拦网。接喷了，哇！在接漂浮球的时候啊，最后的手是跟着球一起甩出去。哇，连续2个接发球都不到位哦，所以给了福城有机会哦。不做掩护之后的进攻，哇，双人拦网。刚刚福城的博嘉，面对双人拦网，目前4比2。反手举，哦，内攻机会来了，啊，没有 touch， 直接出了底线界外。单脚。今天内攻第2次使用这样的一个战术啊。球博嘉，哇，这次飞起来了。发球出了底线界外，可惜。哇，博嘉这一次又被双人拦网给封阻了。我们看到今天内攻在抓博嘉的一个这个起跳抓得很好。是因为其实已经到第4天了吼，那大家对于要面对的对手都差不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博嘉这边其实他是在前几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直线的touch out。对。那刚刚可以看到内攻这边针对他的拦网设定呢，就把这个直线包得非常扎实。博嘉来发球。
再来，这边有注意到了。出手稍微慢了一点哦。好，这个斜线啊，交给了炫玉。哦，两个人中间。哦，今天内攻、进攻的方面还可以，但是今天的接发球到目前为止不太及格，第3颗了。然后再接这个漂浮球的时间点都稍微慢了一些。其实我们在接漂浮球的话，会建议是早一点把球接掉。那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国际场上，尤其是不管男排或女排，在接这个漂浮球，他们都会大量的使用上手接球。对，那第一个就是提早接掉球，第二个他们可以加快他们进攻的速度。啊，这一颗去碰了哦，所以直接出了底线界外。对，这一颗其实没有包住啊。是，如果没有碰的话，这颗是出界了，判断上的失误。好，9比9。比快攻，交给了宣伟。啊，掩护的时间差，我们用的是一个交叉攻击哦。利用刚刚前几颗的单脚背飞呢，去吸引到对方拦网的注意力。C 快攻，好，浮沉的机会。哇，这球做快攻，但是被拦得死死的，而且是单人拦网。我们看一次，是哇，角度已经完全被抓死了。不过球稍微是有点开网。好球，这个举球是利用距离差啊，把这个时间给拉开啊，距离给拉开。发球出界。宇俊发球出界之后，12比11，内攻领先。内攻。刚刚的拦网，哇，又士气大振啊！那让浮沉呢处于2分的落后，那这个阶段呢喊出了暂停。
好，暂停回来，13比11，申凯。哇，这根直线，这个球直线呢、就有的把打点呢再拉高一些，没有往下打。距离差。现在在两边的这个从攻击面来看，可以看到，因为内攻的2个快攻哦，其实相当的有吸引力，对，所以在战术上面很容易就会拉开，形成一支拦网。那反而是现在在福城这边呢，可以看到他前几颗，不管是博嘉或是少伦的2个主攻手，都是形成双人拦网。那可能在福城这边，他们战术的搭配，或者是举球员他在自己举球的隐蔽性啊，都要再做一下调整。哇！但是我们看到连续2次福城在发球都发生失误。15比13。好，后排，这尾来一个，再交给博嘉。这一次的斜线进攻还是有炫玉啊，拿下了分数，目前暂时16比13，由内攻领先的福城。在第一局的中段，暂时由内攻3分领先福城。哦，突破，守住。好，再交给博嘉，又面对双人拦网，第一波没有，被局给到后排。球。那因为可以看到，刚刚内攻这边其实他们是做了一个拦网上面位置的调整，可以看到是举球员哦在拦这个后排。哇，这个真的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啊！对，哇，轩玉。但这几天我看到他的比赛，真的，高1的年纪，在初登板呢就有这么精彩的演出。是，也可以看到，其实教练是很刻意的要把球都大量的输送给2位高1的选手啊，让他们能够多去做一个磨练。哇，内攻在第一局的拦网状态是非常的好。是，那这边福城这里呢，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要先多用一点快攻，那可能在整个战术上的搭配要考虑看是要不要去使用交叉啊，或者是短平快球，稍微改变一下节奏，因为现在打的都是2边场啊。那对于内攻来讲太好拦网了。这一球有 touch 到，利用后排，我交给少伦。那可以看到内攻这边他们使用的拦网战术是举球员如果在前排的话，他们就会让举球员反而是去拦4号位置，然后那让2个呢中间手以及孝玉拉过来这边去拦4号位的长攻。
直接压了。这一点，如果福城的举球员可以注意到的话，其实他在战术上的配置应该就要尽量的往2号位置去走。刚刚举球拿下的分数，来看他的发球。好球，这个距离拉得够宽呐，那就有足够的空间让攻击手能够来做出手。跑一个 C 快攻呢，把中间手拉到边边角角。好，宇俊的得分，现在16比19。好，福城的机会，少伦球转直线。哦，在被连拿2分的情况之下，内攻这边非常谨慎，先打的暂停，虽然现在还有2分领先。还是交给轩玉。交叉战术哦。果然刚刚宇就有提到啊，要改变一下节奏，那让对方的拦网不会那么舒服。没错，那在后半段几颗就可以看到，福城的举球员在这边都做了几个很成功的战术哦。那至少我觉得转换一下他们自己攻击手的节奏。拦住第一波，再做给哲伟，哇！好球！好，连续2波的拦网，哇！好，小前守住，国家吊球。再给孝谦，同样也是吊球，有把握，一样走2号位。哇，大家都吊球。哎，接罚球的失误，哇！好，那现在22比19，3分的差距，场边再喊暂停。3分差，来看福城这一波的进攻。
有touch吗？哇，没有，是出界。啊，可惜了，这颗球没有能够掌握得分啊，因为已经形成一支拦网了，其实是相当好的得分机会。不过邵伦应该是自己有点想太多了哈，想要闪，反而是自己出界。好球，一上场就建功。这个个人时间差又真，哇！举球员也很大胆哦，在这个时候呢，用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战术。又被扣死，连续拿了2分，那让战局又呈现白热化了，板道又逼得内攻喊暂停。哇，一攻一守，又让这个士气来到了富城这一边了。21比23。好，界内，哇，小前。其实内攻这边啊，这几天看下来，不管是炫玉胜还有孝谦，内攻这边他们的一个攻击特色就是他们在2号位置跟这个老三的进攻是他们相当火烫的一个得分点哦。哦，出界了，判断非常准确哦。哇！结果这个发球的出界成为了第一局的最后1分呢，是由内攻25比22，首先拿下第一局1比0领先的福城。
30秒。20秒。差不多。啊，可以开始讲了。不然他看不到。很要看。好，欢迎再回到内功跟浮沉之战。哇，场边内功最强的标语举出来了。哦，这球救的精彩。哎，好球，这边是连击。浮沉机会，后排。是不是踩过中线了？可能要透过画面再做个确认。不过看起来是有蛮大的机会，应该是踩线。好球！这个是小高一连线啊。第一次的进攻，轩逸被拦住啊。第2次是校谦。用的是一个时间差哦，C快攻吊起来掩护。少伦拿下了分数3比1。开网的进攻，守住，再给博嘉，哇，好球！博嘉这一颗球很聪明呐、因为内功这边中间手起跳的时间比较早哦，然后他就是利用他的手尾，打他的手尾去做这种长线的处理球。吊球，哇，可惜拦到了。不过这个往下的救球啊，反应稍微慢了一点，自己吞下来。盛凯的发球，好敢打。哦，还有后排。哦，不借。啊，这边后排攻击犯规哦，应该是宇瑞，应该这边是有一个踩线的。好，后头的看法还有，哲伟。哇，还有吗？还有，哦，不能提早庆祝。哲伟，还有，哇，这波来回非常精彩，哇哦，追到了4比4啊，内攻。快攻还是有破坏的效果在哦。
少了人的发球。哦，深一支，已经看到洞在哪了。哇，福成的中间手啊，如果凯叶没有拦网的话，一定记得这个球就是他要来做防守。一样用时间差。北肥啊，还有，好可惜没有处理过了。两个人的时间没有搭配好哦。哇，举球员这边是太早出手了，因为距离比较远的话，再举这个背飞，那举球员就是要稍微观察一下攻击手，那等他已经确定助跑过去了之后再举。周围的发球，宝宝这边一裁是判定触网7比7了。哦，哎，球！哦，那内攻在第2局首度领先了。啊，宇瑞这边蛮可惜的哦，没有跟到底。防守好球。哇，可惜这边也是对，又是泽伟的后排攻击犯规，应该是有踩线哦，不然内攻这个中间手举的背举还真是好，真的是举得不错。啊，高打点，对，拨在对手的手上出去的。哦，9比8。若没包住，10比8。哇，内攻后来居上哦。啊，这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失误啊。宇瑞这边的接发球动作要赶快再调整哦。那他碰到球之后，其实手的动作呢，应该是要继续维持哦。那如果因为漂浮球呢，它的尾劲是非常强的，那说如果你碰到球之后马上收手的话，其实反而会让球整个喷走。哇，在连拿4分的情况下，哇，内攻逼的福成还是先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内攻已经是连拿了4分。胜前的发球，
好，轩玉，哇，还是找到2号位置哦，做进攻。好，机会来了。啊！连拿5分，13-8。快攻接应，还有又是内攻的机会，前交叉，这个交叉的战术啊，哦，救回来了。北非防守好球，对，哲伟守的精彩，哇！轩玉这个斜线打得真凶啊！哇，现在看一下哲伟这个防守，哦，带动了进攻。界内，哇哦，7-0的攻势了。哇，自由球员这边太早放了。哎，好球！终于这边寻求到一个突破点。对，哇，总算是中断对手的7-0。那其实宇峻这阵子是攻击上稍微熄火了一点哦，因为他刚刚在这个7-0的攻势是一度啊被成为是发球的目标啦，然后他自己在发球失误、连续失误状况之下，反而也进而去影响到他攻击的信心哦。哎，同样也是在界内哦。好，这次界外了，是还是想要再找底线啊，不过力道没有拿捏好。那这一球界外之后呢，还是由内攻率先来到16分，目前暂时6分领先的府城。欢迎来到第2局的后半段啊，目前暂时由内攻啊是6-10领先的府城。府城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把举球员做了一下替换哦，把泽龙换上去，然后看一下这边府城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战术上的调整。哦，救回来了，好球！哇，单人拦网吴胜凯，板凳席的内攻，非常的兴奋啊！
这个球可以看到福成的中间手啊，是跟泽龙说好像太靠网了，太靠网了。哦，他们有空间可以来做出手。好，球。我想泽龙呢，已经在场下看了1局半哦。那身为举球员的他，是应该已经对这个要分配的战术是蛮有想法的。福成又打了一记 touch out。可以看到呢，现在福成啊，泽龙上来之后，他在举球上面是刻意的有把球的高度给拉高了一点，然后让攻击手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助跑、做攻身跟做最后出手的选择。因为毕竟他们面临到的内攻，其实拦网的高度啊都相当不错。球这几波的搭配啊，慢慢找回攻击的手感。那在福成这边，我记得当时登峰造极一开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在举球员上面做了更换，然后才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没错，因为像我本身是拦中手，其实举球员的更换对于我们拦网的判断啊，跟拦网时间上真的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是。申凯也做了一个背飞的尝试，同时拿下了分数。这时候张宇杰上来。想要做一个立体战术哦，利用这个空间，前排的快攻搭配后排，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可以再尝试的哦。那是不是球的高度或者是攻击手他出手的角度再做一点调整就好？哇，这球守得精彩，轩玉，肖谦的进攻，自由的余耀。好球！这个举球的转换非常的快速哦。好，来看刚刚这个救球，哇哦！转成直线，是因为是。攻击是找向了身材比较矮小的泽龙啊，直线这边来做进攻，刻意拉高打点。内攻还有5分的领先，对不起，6分，15比21。这边是持球的犯规。泽伟，3位主力的进攻球员啊，包括3年级的泽伟，还有2名1年级的孝谦跟炫玉。好球，时间差，短平快。
于俊这颗球出手也够快哦。哇，转成直线，哇，这次轩玉，角度啊做了调整，然后也躲过了双人拦网，个人美技的展现。哇，内攻已经把士气完全打上来了，又是利用拦网得分，24比17。哇，傅成只能再喊暂停了。哇，暂停回来，剩下1分，内攻就能够在局数上取得绝对的领先。哇，这边起跳的时间有没有抓好？对，所以进攻出界之后呢，25比17，由内攻再度拿下第2局。目前在这场比赛已经2比0停牌了。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啊！圣贤的加油团
这个几乎每一场都到。是。好，在第3局，福城先发球。这边交叉的战术啊，宇峻没有来做一个没有拦网，然后也没有做防守、哦，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状态。对，其实这个靠网球只是做一个处理球而已。好，少人再一次，还是没有。好，哲伟打短的。国家刚刚鱼跃了救球，哇，又被拦住，2比0。我觉得福城这边这3颗球感觉上给的长度都不太够哈，都稍微短了一些。那短了一点的话，针对现在内攻这边，他们在拦网的卡位上，如果做得很准确的话，那对于福城的攻击手来讲，就会比较难去做突破。那看是不是球能够再送往标志杆一点，大胆送到标志杆边。好，垫高后排。好，福城的机会，快攻！哇，守住。好，这一球没有碰到哦，直接出了底线界外，1比2。好，宇峻来发球。哎，也出气。哇，球从我们主播台这边看的可以看，那个球真的还是离标志杆大概还有半公尺的距离。那我球如果再举长一点，国家这边也比较好去做他比较擅长的直线他就要的出手，所以球员这边赶快再做一点调整。哇，把包吃掉了，5比1。哇！好球！这一球啊，扣的直上直下。再看一遍。单脚背飞啊，有。然后可以看到单脚背飞从3号位置移动过来，他横移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哇，这一出手听声音就不对了。今天感觉在对少伦在跳发啊，整个球的包覆度啊，手掌击球的面还没有掌握得很好。还有，还有，好球，再一次，哇，突破！突然放了一个冷箭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球应该是福城的中间手啊，要在前排第一拍呢，要先做一个拦阻的动作。球尾的发球也失误掉。
脚背飞，宇君。哦，连续的掉分到内攻，现在福城3比0，连拿3分回来。哇，4比0的攻势了。所以场面喊出暂停。暂停回来，国家持续来发球，7比8。哇，可惜，自由球员的位置跑掉了，应该要再往左边站一步。仲俊，刚刚这球没有办法守住啊。现在比数9比7，回到盛璇的发球。啊，没办法。哇，手好像有去戳到那个电子计分板。哇，要特别当心啊！是千万不能这个新学年还没开始就受伤。单脚背飞。再从后排来一次。好，这次就起了，不过是福城的机会。哇，突破！这个突破啊，举球员的隐蔽性非常高哦。许悦，好，利用这一次的直线杀球，拿到了分数。过往击坠，走背飞垫高之后还有机会，还有。哇，斜线可惜出界啊！1对1的空间已经拉出来了啊！宇俊自己这边手腕是转太多了。博成，好球！
1分差，接起来。哇，现在炫玉的得分把握度还是非常非常高哦。而且如果又搭配上盛凯跟盛璇啊2位中间手，那这个吸引力非常好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造成一支拦网。好，这一球放弃，出了底线界外。我感觉福城这边教练还是不太满意球员们的表现啊，所以很快再喊暂停。场边呢也可以看到教练在做这个攻击手法的提醒啊。那有时候我们当选手呢，在针对这个拦网，对方拦网不断的压迫之下，那其实自己的攻击节奏会受到影响。那甚至说，有时候其实举球员已经举好球了，也形成1对1拦网的时候，对，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去掌握原本的攻击状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教练在旁边也看得很清楚，那赶快暂停下来，提醒一下选手们，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手法上的调整。那毕竟福城这边大多数都是福城国中直升上来的、啊，那教练也对他们是等于是从小看到大，非常的了解。少了。果然教练在下来做提点之后啊，马上就看到效果了。好，接喷，这一次是孝谦的贡献哦。那可惜接应的人慢了一拍。哇，那现在比分来到15比11啊！啊，宣伟没有注意到这个球被拦回来。宣伟发过来，哇，看起来是2个人的组合拦网啊，没有做到一个好的并拢。对，哇，来到第3局，依旧是由内攻王率先来到16分，目前4分领先福城。内攻福城第3局的后段，但目前啊，暂时由内攻啊16比12领先，而且局数上是2比0的听牌哦，所以福城真的没有退路。好，用时间差。哦，还有吗？没办法了。
哇！结果居然落地没有人，直接原本是内攻这边搭配上的失误啊！哇，钟俊这个鱼耀的救球，直接拿到了分数啊！是防守得分，不过也比较少看到内攻会有这种直接的失误哦。哇，在这分阶段，这个发球直接出界，没有办法连续得分啊！给到老三，哦，太早跳了。又拦住，给到举球员，哇！给到举员。不过他这个退位想要进攻的欲望是非常好的，他可能等这机会等很久。对，终于让我秀一波啊！是，但是失败了。好球哦，这个战术。傅成要到了这一分，15比18。好，把球垫高。老三，哇！邵伦这个后排老三没有打好，19比15。哇，邵伦今天呢、在整个不管是在跳跃发球跟后排击科呢，都可以看到有这个比较大的球比较长远的出界啦。然后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包球的时候呢，时间点是稍微早了一点。好，宇俊在4号位这个斜线的进攻。那其实今天已经打到第4天，那选手每天的状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自己在当选手的时候，都要去感觉我今天在赛前攻击的时候，就要感觉一下今天跳跃的感觉怎么样。那如果说稍微有点疲劳了，或者是今天状况还是很好，都要去做这个攻击啊，在出手时间点上面的调整。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背飞啊，今天内攻在背飞的使用上面比例算是高的，20比16，领先了4分。哇，没有人跟。哇，宇俊这一个点还是被当成目标啊来锁定。那是举球员博成直接发球得分哦。我应该还是会找向宇俊这边哦。把包真的不断发给现在接发球状况不是很理想的宇俊，现在22比16逼得福成高中喊暂停。哇，内攻距离本场比赛胜利剩下3分了。后排出界，后排也是时间没有掌握好，整个被球挤压到了。
好球！洪宇俊这一次有了。泽龙上来举球，举长弓。哦，直线的洞是非常大。又是背飞。24-17，那内攻来到赛末点了。哇，今天不论是盛凯或是盛璇，哇，双胜组合，这个背飞是跑得非常好。好，给到校前，喷掉，没有问题。哇，在第3局依旧是由内攻以25-17收下，最终是3-0。哇，击败了 B 组第1名的福城高中那也让福城在今年的登峰造极是吞下了第1败。那内攻但这场比赛是发挥的相当出色除了我们刚提到2位中坚手不断的用背飞来破坏对方的一个防守，另外2名小高一孝谦跟炫玉当然的攻击也非常出色，那搭配博成在整个球路的调配上面确实打得非常灵活，在攻击很多变化的情况之下呢，最终带领球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今天呢，诚如秉敬所说，内攻今天不管是在攻击面、发球面，甚至是拦网面，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哦。那比较可惜的是，福城这边今天在经历了3局的比赛，依然还是没有针对内中这边的拦网，他们能够做出一个有效的战术找到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突破他们的拦网，寻求得分的方式。另外，在接发球今天呢，稍微比较没有信心所以到后面接发球也是有一点小崩盘，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是的，好。不过对于福城来讲，我想这只是新学年的前哨战。那当然内攻在本场比赛获胜之后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球员来到主播台当然要跟这个小高一炫玉来好好聊一聊。其实从第1天我们开赛之后呢，一直观察内攻的2名高一的球员。那当然炫玉的表现是非常好。谈来到了高中阶段，你对于来到登峰造极这几天的表现满意吗？还有一点需要加强。哪里需要加强？修正球有时候会不敢打，修正球有时候不敢打，但是其实你的弹性或者是你在制空能力，你是不是认为还不错？还不错。那有没有教练特别叮咛你说，来到登峰造极，那加入了球队，那新学年对你有没有特别的交代？就看能不能跟哥哥一样带着球队赢。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希望可以透过登峰造极进步更多，习惯高中的强度。是。那其实这几天的磨合是不是跟学长之间包括跟举球员学长这种搭配默契有没有更加成熟了？有你觉得进步的部分在哪里？就是攻击的角度更大。攻击角度更大。对。那是不是在前几场有一个好的开始，让你更有信心？其实你很敢打。但是有时候会有不该有的失误。有时候不该有的失误。你觉得失误的部分在哪边？接发球还有防守的部位。OK， 所以进攻目前看来还 OK， 但是有时候防守的时候，尤其接发球，如果接得好的话，其实可以让球队进攻上面更顺利，对不对？对。好的，那也预祝这个你在接下来新学年的这个甲级联赛呢有更精彩的演出。谢谢。好，谢谢你接受访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登峰造极。
好，那刚刚啊看完了内功跟浮城之战呢，那当然我们在稍晚啊11点钟啊也会持续为您带来啊麦寮跟苑里之间的较量，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帮年轻的选手加油。好，那当然刚刚前一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精彩，尤其在内功的部分啊，那几位年轻球员，包括跟主球员之间的搭配啊，打出一场精彩流畅的比赛，也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新的学年有更精彩的演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登峰造极排球邀请赛。